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孙子兵法。孙子说，用兵打仗最好的策略是能让敌人诚意完整地向我们投降，我们不战而胜，这是上策；攻破敌人的诚意而取得胜利，那就是下策了。交战时，使敌人的一个军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将其击溃就是下策；能让敌人整个旅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把它消灭就是下策；使敌人的一个车队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，将其击破为下策；能让敌人整个队伍投降是上策，歼灭它是下策。所以呢，即使能够做到百战百胜，也不是最高的境界。真正高明的是，不用开战就能让对手屈服。因此，用兵的上策是运用谋略取胜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，再次一等的是直接交战，最下策才是攻城。因为攻城是万不得已才做的，攻城需要准备飞楼、云梯等各种工程器械，需花费数月才能完成，还要建造攻城的土山，同样要花数月才能完成。如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，成本高昂，耗时长久。如果将领一时冲动，不顾一切地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爬城墙强攻，那结果往往是伤亡惨重，城池还不一定能攻下来，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。真正会用兵的人，能让敌人屈服而不靠应战，夺取城池而不靠强攻，摧毁敌国而不靠旷日持久的战争。他们总是力求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，这就是谋攻的精髓。具体到用兵的原则是，当你有10倍于敌人的兵力时，可以包围敌人；有5倍兵力时，可以进攻；有2倍兵力时，也可以正面交锋。势均力敌时，则设法分散敌人兵力；兵力弱于敌人时，则坚守不战。如果实力明显不如对方，应该避免正面冲突，因为弱小的军队如果硬碰硬，只会被强大的敌人消灭掉。将领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辅助者，如果将领能够全面考虑问题，国家就会变得强大；如果将领考虑不周，有所疏漏，国家就会衰弱。君主能对军队造成危害的情况主要有3种：不知道军队何时不能前进，却命令前进；不知道军队何时不能后退，却命令后退，这会让军队陷入困境；不了解军事事务却干预军队管理，会使士兵感到困惑；不懂得如何正确地指挥军队却干涉军队决策，会使士兵感到迷茫。当军队既困惑又迷茫时，就容易遭受来自其他势力的攻击，这就叫做自乱阵脚，自取灭亡。要知道怎样才能打胜仗，有5个方面需要考虑：能准确判断何时该打，何时不该打的，会胜利；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灵活运用的，会胜利；全军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的，会胜利；以有备之师对付毫无准备的敌人，会胜利；将领有才能，而君主又不从中干预的，会胜利。这5个方面，就是预知胜利的方法。所以说，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，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只了解自己而不了解敌人，则胜负难料；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敌人，那每战都必败无疑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为了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，
对孟获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，他7次擒获孟获，有7次放他回去，每次都通过智谋让孟获心服口服，最终孟获真心归顺，南中地区得以安定。诸葛亮没有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就达到了目的，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公元前630年，晋国联手秦国欲伐郑，郑国势单力薄，危在旦夕。郑国大夫烛之武挺身而出，夜访秦营，面见秦穆公，向秦穆公分析利害关系。烛之武指出，若秦国帮助晋国灭郑，则晋国实力将大增，对秦国不利。秦穆公听后深以为然，遂下令撤兵。晋国见秦军撤退，孤掌难鸣，亦随之退却，郑国因此幸免于难。这就是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的一个很好例子。岳飞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将领，他率领岳家军多次击败金军，收复失地。然而，由于宋高宗的猜忌和秦桧等奸臣的陷害，岳飞最终被冤杀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将领的才能固然重要，但国君的信任和支持同样不可或缺。如果国君不了解军事，干预指挥或听信谗言，就会给军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在冷战时期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对抗。双方都运用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伐谋和伐交策略，通过外交手段、经济制裁、军事威慑等多种方式来削弱对方的力量。同时，他们也注重以逸待劳，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行动来打击对方的弱点。尽管冷战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，但这场对抗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体现了《孙子兵法》中智谋和外交手段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重要作用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聊刑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